男朋友最穷那年，我跟他提了分手。后来他功成名就，用尽手段娶了我。所有人都说我是他的白月光，是他最疼爱的妻子。直到后来，他每晚带着不同的女人回家，伤透我的心，把我变成圈子里的笑话。而我不哭不闹，安静地住在书房里，从不打扰他的好事。他气疯了，凶狠地吻着我的唇，低声质问我：“你不嫉妒吗？”他不知道我生病了。在他疯狂报复我的每一天，我都在默默倒数着我还能活多少天。和沈燕昭结婚的第3年，他包养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，女孩名叫周俏俏，长得清纯可爱，是沈燕昭很喜欢的类型。沈燕昭养她养了半年多，除了我，她是沈燕昭留在身边时间最长的女人。朋友劝我小心一点，他们都说沈燕昭对周俏俏好像动了真心。第一次见周俏俏是在我生日那天，我从早上就开始流鼻血去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我大概只能活到明年春天了。我轻轻点头，小声说没关系，我不怕死，但是有点怕疼。听说有一种很贵的药能让我活得舒服一点。银行卡里的钱不够了，我就去沈燕昭的公司找他。正好碰见周俏俏也在，她刚毕业，在沈燕昭身边做秘书。沈燕昭正在开会，我坐在外面等。周俏俏一直盯着我，偷偷跟周围的同事说，她就是老板的老婆啊。她好丑啊，干巴巴的，跟快死了一样。你们都说我长得像她，哪里像啊？我比她漂亮多了。光亮的玻璃上照着我的倒影，素面朝天，套着臃肿的羽绒服，是不好看，也是快要死了。同事拉了周俏俏一把，小声说：“那是她没打扮，她要是化了妆，10个你加起来都比她漂亮。还有，你别仗着老板宠着你，你就去挑衅她。你不知道老板有多爱她，你要是惹她不高兴，小心老板弄死你。”听说沈燕昭很爱我，周俏俏不服气的撇撇嘴，朝我翻了个白眼。他给我端来一杯茶，细声细气地问我：“萌萌姐，老板怎么舍得让你等这么久啊？”好奇怪，以前我每次来找他的时候，不管他多忙，都会先来陪我。他说我是最重要的。我还以为他对别的女人也这么体贴呢。他弯起眼睛，甜甜地笑了，笑起来的样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我。我想了想，沈燕昭对周俏俏确实是不一样的。他身边的情人无数，他把他们当成和我赌气的工具，每晚带着不同的女人回家，一次又一次试探我的反应。沈燕昭从来不会跟他们纠缠很久，或许1-2天，或许10天、半个月，他总是很快就玩腻了。唯独周俏俏，沈燕昭把她养在外面，陪她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。他们就像一对平凡又恩爱的情侣，沈燕昭给他钱，也给他爱。我看着周俏俏，对他笑了笑，温柔地问他：“你这么重要，沈燕昭怎么舍得让你做见不得人的小三？你要好好劝劝他，早点跟我离婚，娶你回家。”周俏俏猛地变了脸色，她恼羞成怒，压低声音骂我：“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，你才是那个多余的人。你不就是仗着比我早遇到沈先生几年吗？可是现在你又老又丑，你拿什么和我争？”他同事大概是怕我生气，赶紧过来扯住他的胳膊，要拉他走开。其实我没关系的，我早就和自己说好了，不会为了沈燕昭生气，也不会为了沈燕昭难过，更不会为了他跟别的女人争风吃醋，他不配。周俏俏被人扯了一把，没站稳跌倒在地上，摔碎了手里的茶杯，手掌被划出深深的伤口，流了一地的血。沈燕昭透过会议室的玻璃看到了受伤的沈俏俏，所有人都看着他甩下手里的文件，推门走过来，一把将周俏俏捞进怀里，冷冰冰的骂：“谁他妈把他弄伤的？”那个好心的同事倒退2步，吓得脸都白了。我冷笑说：“是我弄的，也是他活该。”
周俏俏哭着瞪我，大声嚷着是我活该，谁让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。被人骂我是小三是情妇，可是沈先生，只要你爱着我，我就要一辈子待在你身边，谁也不能把我和你分开。他哭得那么可爱，就连说出这么荒唐的话都显得勇敢又坚定。沈燕昭被他逗笑了，抬手抹掉他的眼泪，哄他乖，都哭成小花猫了。他对他是真的不一样，我垂下眼皮，懒得再看，只对沈燕昭说：“今年生日我要50万。”说来好笑，我们是夫妻，却连彼此的联系方式都没有。除了要钱，我从来不会主动找他。结婚之前我们说好的，他要我的人，我要他的钱。沈燕昭一直恨我是个拜金女，可是从前只要我开口，不管多少钱，他都会给我，只多不少。唯独这一次，他笑看着我，笑得很冷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要钱可以，但是阿芒先低下你高贵的头，跟俏俏说句对不起。”沈燕昭是要用200万买走我的自尊，给周俏俏买一句道歉。这是第一次他为了别的女人拿钱羞辱我。我慢慢攥紧拳头，轻轻笑了，强忍着身体突然涌上的疼痛，转身就走。钱我不要了，我突然很好奇沈燕昭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这些钱能让我活得久一点，你知道我死之前吃了多少苦，你会是什么表情？我一个人回了家，痛苦地蜷缩在被窝里，疼出一身冷汗，吃了点安眠药，我骗自己睡着了就不疼了。昏昏沉沉的，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我20岁那年，沈燕昭很穷，但他很爱我。那年我过生日，路过一家咖啡店，看见一对情侣坐在玻璃窗前，女孩手里端着一块雪白的小蛋糕，看起来很精致，很好吃也很贵。我还记得那天下着大雪，我捧着一小堆雪，对着沈燕昭笑，我问他：“阿燕，你看这堆雪像不像蛋糕？”沈燕昭咬了咬牙，伸手抱紧我，没让我看见他偷偷红了的眼眶。3天后，他抱着一个大蛋糕出现在我的宿舍楼下，买一整个蛋糕要258块，而他站在刮着风雪的街道上，发完3000张传单，只能挣到100块。我看着他的手指上伸出的冻疮，没出息的哭出声，仰头冲他嚷着：“沈燕昭，你的手可以用来读书，可以用来写字，唯独不能为了哄我开心，就去糟蹋他。”我说我根本就配不上这么昂贵的蛋糕。沈燕昭皱起眉毛，立刻反驳我。他说：“阿蒙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你配得上这世上所有的好东西。”那一天，我哭着吃完整个蛋糕。过了很久，我已经记不清它的味道了，只知道那天以后，我好像就再也没有吃到过比它更好吃的蛋糕了。这一觉睡了很久，迷迷糊糊的，我听见手机在响，接起电话就听见沈燕昭在那边喊我安萌。我轻轻笑了，甜甜的叫他：“阿燕，下大雪了，我想吃蛋糕。”不等他说话，我翻了个身，又沉沉的睡了过去，一直睡到半夜，我被饿醒了。去客厅找吃的，才发现沈燕昭居然回来了。他给周俏俏买了一个大房子，他们一起生活在那里。周俏俏会给他做饭，会哄他开心，会等他回家。沈燕昭过得很好，他已经很久没回来了。他懒洋洋地靠着落地窗，嘴里咬着烟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垂着眼从他身边路过，被他一把拉住。他皱着眉头，轻声问我怎么瘦了这么多，语气温柔，就好像他还很爱我。我愣了愣，使劲甩开他的手，骂他：“沈燕昭，你发什么疯？”他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手心，脸色慢慢冷了下去。等我走到餐桌旁，看见桌上摆着一个插满蜡烛的蛋糕，才知道原来那个电话不是我在做梦。我说我想吃蛋糕，沈燕昭就买了回来。这算什么求和吗？
可是我已经快死了，我早就不需要一块蛋糕，也不需要沈燕昭了。我抓起蛋糕就扔进了垃圾桶，沈燕昭有着后槽牙，伸手把我摁在墙上。哇，狠狠的吧，安妮，你他妈耍我！我笑着承认，沈燕昭，我就是耍你，怎么了？我说想吃蛋糕，你就去买蛋糕，你怎么跟以前一样贱了？我故意往他的心上捅刀子，眼看着沈燕昭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。他狠狠掐灭香烟，追着我进了卧室，把我扔上了床。沈燕昭大概是气疯了，他像一只失控的野兽，粗鲁地扯开我的睡裙。我害怕了，攥起拳头砸他。沈燕昭，你王八蛋！你别碰我，我嫌你脏。他夹住我的腿，不让我挣扎，一口一口咬在我的脖子上，疼得我直掉眼泪。他贴着我的耳朵骂我：安萌，你跟我服个软，能死吗？你知不知道我等着你来哄我，我等了你多少年？你知不知道你跟我说你想吃蛋糕，我有多高兴？然后你他妈把我当好耍。他抬起头，双眼通红地盯着我，我忍住眼泪瞪了回去。昏暗的房间里，我们谁也不说话，谁也不愿意先认输。沈燕昭俯下身，离我越来越近，他快要吻到我的唇。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周俏俏打来的。沈燕昭顿了顿，还是接了起来。我听见周俏俏哭着问他：沈先生，你真的为了萌萌姐不要我了吗？你明明就是喜欢我的。我现在人在酒吧喝了很多酒，有个男人骚扰我，我好害怕，你快来接我回家好不好？沈燕昭没说话，他只是盯着我，冷冷地笑着，轻声命令我：安萌，求我，求我留下，只要你求我，我就不走了。他好像忘了，很久以前我也曾放下尊严求过他。沈燕昭，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一次？我们能不能不闹了？我们能不能好好在一起？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那一天，沈燕昭冷漠地盯着我，笑着说：安萌，你不配。这3个字一直扎在我的心上，直到今天，我终于能原话奉还。我拽住他的衣领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沈燕昭，你不配。沈燕昭沉默片刻，忽然自嘲地笑了。他把电话拿到耳边，对周俏俏说：等我接你回家。没再看我一眼，他起身摔门走了。第二天，沈燕昭为了周俏俏，跟别的男人大打出手的照片就在圈子里传开了。这是第一次他和别的女人的事闹得人尽皆知。家门口守着几个记者，我出门的时候被他们缠着问东问西。沈燕昭的公司这几年发展迅速，在金圈很有势力。他年轻多金又长得英俊，在网上很有名气，经常上热搜。有个女孩问我：沈太太，请问关于沈先生和周俏俏的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自顾自地往前走，头也不回地反问她：一个是婚内出轨的男人，另一个是知3当3的女人，你想听我说什么？那个女孩追着我继续问：可是我听说当年你在沈先生最穷的时候，为了钱把他甩了，后来他飞黄腾达，你又用感情绑架他，用尽手段嫁给他。现在沈先生找到了真爱，他和俏俏郎才女貌，是你非要霸占沈太太的位置，还说别人是小三，你不觉得是你在欺负人吗？我停下脚步，冷笑着看过去，一把抓起那个女孩胸前的工作证。她是个实习记者，工作证的卡包背面还装着南山大学的学生证。我平静地问她：你是周俏俏的朋友吧？当年沈燕昭为了娶我不择手段，你以为我很想嫁给他？这事圈里的朋友都知道，你不知道？还是说你为了帮你的小姐妹小三上位，专门来给我泼脏水？他表情一变，慌张地抢走工作证，义正言辞地狡辩：我和他确实是朋友，但我是个记者，说出的话都是客观公正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嫁给沈先生，那他爱上了别人，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？
我笑了笑，正想说话，突然又开始流鼻血，样子很狼狈。有人笑话我说，沈太太嘴里说不在乎，嫁给沈先生都是被逼的。怎么又着急上火，都流鼻血了呀？我伸出指尖，抹掉落在嘴唇上的血，平静地说，我没上火，就是生病快死了，最近总是流鼻血。人群突然就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不笑了，只有那个女孩继续说，装什么装，有个鼻血就开始装病装可怜。我真是看不惯你这种女人，为了抢男人，整天要死要活的，不要脸的手段都用上了，真给我们女人丢脸。他说完，甩着马尾辫就走了。他的背影和周俏俏一样讨厌。我被记者围住采访的视频很快就上了热搜。沈燕昭正面回复他说，永远都不会离婚，不要再去打扰我老婆。当天下午，周俏俏的那个记者朋友就被开除了。很多网友骂我，这个女的好恶心，她不想嫁就别嫁啊，搞得好像谁拿刀逼她嫁一样，装什么身不由己，还说她是沈老板的白月光呢，我看她就是个白莲花。沈老板那么维护她，我都嫉妒了，而且这女的以前为了钱甩了沈霸总，现在又为了钱嫁给沈霸总。她说她不愿意，就是装清高，当婊子还要女牌坊罢了。突然有个网友插了句嘴，你们的嘴巴都给我放干净，不知道真相就他妈闭嘴。所有人都开始追着问他，真相是什么？这件事说起来其实挺俗的。那一年我妈得了绝症，医生说这种病的遗传概率非常大，不止我随时可能会重病缠身，如果我结婚生子，大概我的孩子也免不了得病的风险。我妈发病的那天流了一盆的鼻血，她失血过多，昏迷了3天。醒来以后，她说让我和沈燕昭分手。我呆呆地看着她，小声说：“妈妈，她不会嫌弃我的。”像是说给我妈听，也像是说给我自己听。妈妈轻轻握住我的手，点头说：“妈知道，她是个好孩子。”她顿了顿，笑着说：“你们俩从高中就开始谈恋爱。她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在巷口等你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有一回我看见她买了一个肉夹馍给你当早餐吃。她兜里一共12块钱，一个肉夹馍10块钱，还是2块钱买了2杯豆浆，她一杯你一杯。你那个时候又嘴馋又缺心眼，她骗你说她吃过了，你也信了，捧着肉夹馍吃得很满足。那时候小沈多可怜啊，爸爸妈妈离婚，没人要他，每个月就给他那么点生活费，活得像个孤儿一样。12块钱可能是他一天的生活费，他想都没想，就全都花在了你身上。当时我就觉得我真的有福气，找了个这么好的男孩子。他学习好，人也好，哪里都很好，就是因为他太好了，妈才心疼他。那一年，沈燕昭的奶奶也生病住院，他跟着奶奶一起长大，感情很深。为了给奶奶治病，他每天忙得焦头烂额。我妈说沈燕昭的翅膀太单薄，背着奶奶再背着我，他就飞不起来了。我掐着手心，过了很久，才颤抖着声音说了一句：“妈，我舍不得他，一直舍不得，泪如雨下。10年前的事，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心酸。”我买了妈妈最爱吃的柿子，准备去墓地见她最后一面。我快死了，要跟她说一声，以后我就不来了。去之前，我先去了趟沈燕昭的公司，找她拿点东西。我妈还活着的时候，一直很喜欢沈燕昭。那年她还没生病，我和沈燕昭也还深爱着彼此。我妈去庙里拜佛，求了2个福娃，一个男孩福娃里藏着沈燕昭的生日，一个女孩福娃里藏着我的生日。保平安，保健康，保相爱的人能永远在一起。妈妈让我把福娃烧给沈燕昭，沈燕昭不要她的那只福娃，她要拿走我的那只。她说那只画着红脸蛋的女娃娃长得真像我，丑萌丑萌的。她说她看到她就像看到我。
他喜欢看到我。那只福娃到现在还放在沈燕昭的办公桌上。我怕等我死了，沈燕昭会像丢垃圾一样把它丢掉。那是妈妈买给我的，我得要回来，放在她的墓碑前，替我陪着她。我到公司的时候，沈燕昭正在看我早上的视频。视频里我流着鼻血，说自己快死了。看见我，他把手机扔到一边，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问。我看着他办公桌上原本摆着福娃的地方空掉了，皱起眉头问他：“我的福娃呢？”周俏俏追着我过来，听见我要东西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前2天我扎破了手心，沈先生很心疼，他说舍不得我受伤，就把那个福娃送给我了。他还说那个娃娃很像我笨笨的，但是他很喜欢。王萌姐，你说他是不是胡说？我这么漂亮，才不像那么丑的娃娃呢。”我猛地攥紧拳头，狠狠瞪着沈燕昭，质问他：“你凭什么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？那是我妈给我求来的，你凭什么送给别人？”他笑了笑，混蛋一样气我说：“那个福娃是你的东西啊。”抱歉，我忘了，还以为是什么不值钱的东西。不等他说完，我拿起桌上的烟灰缸就砸了过去。沈燕昭没有躲，水晶烟灰缸磕在他的额头上，磕出了血。周俏俏尖叫一声骂我：“你有病啊！为了一个破娃娃就打人！”他转身跑了出去，很快回来，手里抓着我的福娃。他把福娃摔向我，冲我嚷着：“你的东西还给你！扔了都没人心疼的便宜货，你以为我稀罕吗？别发疯了，拿着你的东西赶紧走！”陶瓷的福娃掉在地上，摔得粉身碎骨。我看见我的名字和我的生日碎成了好几瓣，就像我的命一样，大概再也修不好了。我突然觉得我大概真的要死了，可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没见到妈妈，我怕她见不到我，会一直等着我。我的脑袋嗡了一声，抬手甩了周俏俏一巴掌，疯了一样叫喊：“那是我妈妈的东西，我心疼。”我会心疼，话还没说完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我伸手去扯周俏俏，却被沈燕昭攥住了手腕，拿了下来。我眼眶发热，死死盯着他，哭着哭着就笑了。我骂他：“你都知道我要死了，你还欺负我，沈燕昭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”他抬手抹掉我的眼泪，反问我：“先是蛋糕，又是要死安萌，你他妈手我很好玩吗？你不用哭给我看，我也不会再心疼你了。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滴血突然掉下来，砸在他的手背上。我要流鼻血了，这一次比从前更严重。我腿脚发软，浑身疼得站都站不住，直直地倒了下去。沈燕昭一把接住我，大喊着：“叫救护车！”他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血越流越多，染红了他的白色衬衫。我昏迷着，听见沈燕昭在哭，一遍一遍地问：“为什么血止不住？别再流血了，阿蒙，求你别吓唬我。”我闻到了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。我听见医生跟沈燕昭说，本来他可以活到明年春天的，或者更久一点。可是他说他没钱了，不治了。现在他的病情已经控制不住了，没有继续治疗的必要了。沈燕昭反问：“所以你是说我老婆快死了？”不等医生说话，他突然拔高声音，恶狠狠地骂：“没有我老婆活下去！你他妈能治就治，不能治就滚蛋换人！”那一天，沈燕昭差点把病房给砸了。他找了无数的专家团队，他说不管花多少钱，都要让我活下去。可是绝症这种东西不是有钱就能治好的。沈燕昭偏执，什么都听不进去。他要带我出院，带我去国外治疗。他有钱有权在医院里胡闹，也没人敢拦着他。直到我最好的朋友林潮潮带着我的遗嘱出现。很早以前我就立了公证，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来决定。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不能吃也不能喝，就别折腾了，放手让我走吧。他知道的，我最怕疼。
周朝甩手就给了沈燕昭一巴掌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你钱多，你他妈早干嘛去了？这会耍威风，沈老板晚了，来不及了，他要死了。你哪都别想带他去，我在哪他就在哪。沈燕昭望着朝朝手里的遗嘱，愣在原地。过了很久，我才听见他带着哭腔，轻声说：林朝朝让我带他走，算我求你。你相信我，他可以活下来，他可以的，他不会死的，他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朝朝平静地看着他，冷冷地骂：你这种铁石心肠的男人，赢了谁都能活得很好，别在这里装深情了，恶心自己，恶心别人。他推开沈燕昭，坐在床边，握住我的手，刚开口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问我真的不想活了，他哭得我都跟着难过了。好想抬起手替他擦干眼泪，告诉他不用心疼我，我只是要去睡一个很长很长的好觉，睡着了就不疼了。他又问我，你再醒来一次好不好？是你说的，要好好说再见，离开了才不会留遗憾。你还没跟妈妈说再见。没跟我说再见，你怎么舍得啊？我的眼泪跟着他掉了下来。生命监测仪突然发出响声，医生赶紧让朝朝再多跟我说一些话。他说我有苏醒的迹象。那一天，朝朝抓着我的手，连水都不敢喝，一直在跟我说话。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挺吓人的。我本来打算死了算了，被他这么一搞，我不醒来安慰他一下，都感觉很不合适。我努力和自己已经烂透的身体做斗争，直到半夜终于睁开了眼睛。我醒来后的半个多月，朝朝寸步不离地守着我。他照顾我，照顾到走火入魔，喂我吃饭，陪我上厕所，差点连裤子都要帮我脱了。我心里着急，想赶紧好起来，再这么下去，林朝朝就要变态了。我趁他不在病房，试着自己去上厕所，没有人扶着，我走路也没问题吗？结果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，腿突然一软，我就摔倒在地上，撞在洗手池上，磕得满脸是血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不小心扯掉蒙在厕所镜子上的布，抬头看见一张可怕的脸。沈燕昭冲了进来，把我搂进怀里，不让我再看。他低着声骂，我就去交个钱的功夫，林朝朝跑哪去了？真他妈没用，我推不开他，皱着眉头打断他的话。少在我面前说朝朝的坏话，我不爱听。他有自己的生活，有家人，有工作，不像我一天天闲得没事找事，净给他添麻烦。沈燕昭闭上了嘴，没再说话。他找来好多纸巾给我擦脸，看着一片一片的血，他红了眼圈，假装平静地问我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生病了？你长着嘴是干嘛用的？你本来可以好起来的，你知不知道安忙？你干嘛自己逞强，要成现在这样？我平静地说，因为我不需要你啊，我不需要你的关心，也不需要你的陪伴，所以你知不知道我生病对我而言不重要？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刻意瞒着沈燕昭，我的体检单就放在桌上，低头就能看到的位置，可他没看过一眼。在我渐渐消瘦的那些日子里，周俏俏出现在他身边。那个女孩比我年轻，比我好看，比我讨人喜欢。沈燕昭为了她开始整晚整晚的不回家，所以她看不到我无数次倒在地上，疼得死去活来，因为害怕，一边哭一边打电话求医生救救我的狼狈样子。沈燕昭把我抱上病床，弯腰的时候，一滴泪砸在了我的脸上。她转过身讽刺我，傻阿蒙你多厉害啊，想甩了我就甩了我，想让我滚就让我滚。我知道你不需要我，不需要就不需要呗。过了很久，他带着哭腔继续说，可是我需要你啊。我没说话，闭上眼睛，假装自己睡着了。沈燕昭还不知道，从前我为什么和他分手。那年他功成名就回来找我，是要娶我回家。我欠他一个好好的解释，本来打算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。
我想告诉他分手的时候，我说的那些难听的话都是骗他的。他很好，他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他们会拥有幸福的家庭、健康的孩子，没有贫穷的拖累，没有疾病的折磨。他很好，他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他们会拥有幸福的家庭、健康的孩子，没有贫穷的拖累，没有疾病的折磨。我把这些话反复背诵了无数遍，希望自己能笑着跟沈燕昭说一句，以后要过得幸福。没人知道我在黑夜里哭了多少次。我好遗憾，那个能陪他一辈子的女孩，为什么不是我？梳理好情绪的那天，我想去找沈燕昭。她在会所谈生意，大概是没法好好聊一聊了。听她的声音有些醉了，挂断电话，我很担心，还是决定去一趟。打她的电话，她不再接了。我到了会所，只能挨个房间找她。等到我透过门上的玻璃找到她的时候，却只看见她怀里抱着一个女人，吻得欲生欲死。我推门就进，她回头看见我，一点也没有慌张。我忍住眼泪离开沈燕昭，你耍我。她推开那个女人，带着一身的酒气靠近我，把我逼到墙角，抬手抹掉我的眼泪。她笑着哄我，本来是想耍你玩儿的，但是那天去你家看你过得那么可怜，又觉得心软。帮忙，不如我真的娶你回家怎么样？只是我不爱你了，所以你要乖一点，不许哭，不许闹，我的情人很多，如果你总是吃醋，我会很烦的。听到沈燕昭说她不爱我了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深吸一口气，我让自己努力保持冷静，轻声说：沈燕昭，我来找你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打算嫁给你。那年分手是因为我妈妈。不等我话说完，她突然掐住我的下巴，恶狠狠地骂：别他妈跟我提你妈妈，你不用把责任全都推到她的身上。你们母女两个一样爱钱，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去。她带着一身的酒气威胁我：阿芒，我说要娶你，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你最好感恩戴德的接受。她说她不想听我解释，曾经我让她有多难过，她就要让我更难过，这样才算公平。我看着她的脸，忽然觉得好陌生。或许从前我和妈妈对她的好，真的只是一厢情愿。或许那一年，我就该死死抓住她，让她牵肠挂肚，被贫穷的生活抠垮斗志。从前的我真是太傻了，傻到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。他继续说：听说林朝朝以前在会所干过陪人喝酒的活儿是吧？他挺幸运的，还能找到一个不错的男朋友。你说，如果那个男的知道林朝朝以前是个陪酒女，还会不会要他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扇了沈燕昭一巴掌，骂他是个混蛋。他的舌尖顶着半边脸，笑着掐住我的下巴，说：阿芒，为了报复你，我还能干出更混蛋的事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试。沈燕昭心狠手辣，我不敢试，我怕毁了招潮来之不易的好生活。只能劝自己，反正我是烂命一条，烂在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嫁就嫁吧。这一场报复持续了很久，久到沈燕昭玩累了，想要跟我和好，可是我已经不爱他了。我把自己摔成了一个猪头，根本瞒不过招潮的眼睛。他生了好大的气，之后的2天，不管我干什么，都要被他骂一顿。我被他骂哭了，忙着被子嚷嚷：你这个女的太能骂人了，就会欺负我，有本事你带我去找我妈，你绝对骂不过她。招潮好半天没说话，过了会他摸了摸我的头发，温柔地哄我：等你养好身体，我就带你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他在骗我，我知道我好不了了，但是我不舍得让他担心，就笑着点点头说好。我开始更加努力地恢复身体，大把大把地吃着药，打针打得我的手臂青一块紫一块，也不喊疼了。沈燕昭在旁边看着，咬着牙摔门走了。夜里，我听见他在跟招潮吵架。阿蒙想去看他妈，
你听不懂吗？你让他去一次能怎么样？朝朝骂他，我看你就是盼着他早死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嫌他活太久，耽误你那个小情人小三上位了是吧？我偷偷抹掉眼泪，恨自己活着活着就变成了一个累赘，让朝朝这么为难。我不再闹着要出看妈妈，精神却也慢慢萎靡了下去。我开始贪睡，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我想是时候好好跟朝朝说再见了。或许是回光返照，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的身体越来越疼，精神却越来越好。大概是听说我恢复得不错，周俏俏坐不住了。她趁着沈燕昭不再来医院找我，朝朝一见她就骂：我们这里婊子和狗禁止入内，你最好现在就滚，不然我打的你妈都不认识。周俏俏却一反常态，她突然跪在我床边，哭着求我：茫茫姐，我怀了沈先生的孩子，你都快死了，我求你做一次好人，把我孩子的爸爸还给我吧。她怀孕3个月，我也病了3个月。原来沈燕昭嘴上说着需要我，转身就抱着别的女人醉生梦死。也是他需要一个快死的女人干嘛呢？他只是在骗我呢，幸好我没有相信。周俏俏哭着伸手来扯我的胳膊，我实在没力气，差点被他拽下病床。朝朝护着我，被他抓出好几道伤口。忽然有人抓住周俏俏的头发，一把将她扯开。沈燕昭咬着牙，恨不得吃了周俏俏。他狠狠地骂我：说没说过，你要是敢来招惹我老婆，我他妈就弄死你。周俏俏的表情变了，正想说话，朝朝正拿起手边的枕头就砸在他们脸上，崩溃大喊：带着这个贱人给我滚！沈燕昭拽着周俏俏走了，他说让我等他回来。听他解释谁要等他啊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朝朝低头看着我，小声问：萌萌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捂着胸口，装作很难过的样子，跟他撒娇，心好疼，要出去逛街才能好。他被我给气笑了，又觉得我最近状态不错，可以带我出门一趟。我买了个烤红薯，带上了他的小汽车。他有洁癖，从不让人在他的车上吃东西。我仗着自己是个病人，在他的车里大吃特吃，红薯的渣子掉在了座椅上。林朝朝咬着牙，假装自己没看见。我指挥他把车开到一家高档婚纱店。春天他就要结婚了，可我大概等不到了。我想看他穿婚纱，他也没问我为什么带他来这里，只是红着眼圈跟着我进了店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心有灵犀。我给朝朝挑了件抹胸的绸缎婚纱，她去试穿的时候，我给自己又挑了一套半人礼服。我穿好衣服挤进她的试衣间，和她一起照了张合影，就像我还能送她嫁人一样。我的眼光不错，朝朝穿着婚纱特别漂亮。我问她要不要买下来，她白了我一眼，跟我说悄悄话：买什么买，买什么买，死贵。多拍2张照片得了。我笑了笑，留下她自己在试衣间里臭美。出来悄悄付了钱。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她值得世界上最漂亮的婚纱。我忍着胸腔里残忍的疼痛，离开了婚纱店，打车去墓园看妈妈。朝朝啊，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，不开玩笑，不许哭。番外，安王死了以后，沈燕昭总是在想，他签下遗体捐赠协议的时候，到底在想什么？他没想到拽走周俏俏的那一天，会是最后一次见到安王。他平静地看着他和周俏俏拉扯，和往常一样，好像一点也不在乎。他是不是爱上了别的女人？可是他总是觉得安王是在那一刻，心才真的死掉了。所以他没有等他回去，也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。他的遗体被医院收走了，他连他的一捧骨灰都得不到，安王实在是太狠了。他开始后悔，没有在当时就告诉他。周俏俏确实怀孕了，但她怀的不是他的孩子。在酒吧的那天晚上，他喝多了，被人拖到厕所给捡尸了。
等沈燕昭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周俏俏是个卖惨的高手，她说她不会喝酒才会喝醉。如果不是沈燕昭让她难过，她一辈子也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。沈燕昭当然知道她在道德绑架，但是看着她哭得梨花带雨，她突然就想起了安蒙。她心软了，她帮她把那个捡尸的人家送进监狱，又给她钱让她去流产，但是再多的她给不了了。她一直以为周俏俏是个很乖的女孩，虽然脾气被她宠坏了，可好在很听话。她没想到她养了一条贪心的毒蛇，趁她不备，狠狠咬了她一口。她想安蒙死的时候应该很恨她吧。她又想当初明明是她抛弃了她，她凭什么恨她？她在梦里一遍一遍地问安蒙，你当初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其实你是爱我的对吧？下一刻林昭朝就把安蒙护在身后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，你他妈早干嘛去了？他要说的时候你不听，人都死了你又来问，你见不见啊？然后沈燕昭就从梦里惊醒了。他不是怕林朝朝，他是怕听到安蒙说他早就不爱他了。他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，医生劝他不要太难过。他说没有，他挺平静的，他还开始养花了。家里的阳台上有着安蒙养过的多肉，他发现的时候它们已经死光了。他听说多肉的生命很顽强，他要试试能不能把它们救活。晚上回家他会蹲在那些多肉前面跟他们说说话。他曾经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看到过安蒙就是这样做的。他抱着腿蹲在这里，回头看到他抱着别的女人回来了。沈燕昭狠狠地甩了自己一巴掌，他开始篡改自己的记忆，记忆里安蒙那些形单影只的身影里都添上了他的影子。他会紧紧抱着他，会轻轻吻着他，会永远永远陪着他。后来他在某次聚会上狠狠揍了一个背着老婆偷腥的渣男。以前的那些狐朋狗友都骂他，你他妈有病吧，你自己不也是3天2头的坏女人，还说我们渣，那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他崩溃了，砸了会所的房间，说他们都在胡说，他明明最爱他的老婆了。直到大家翻出来他和周俏俏的接吻照，他愣住了，逃一样的离开了。他想他一定是被人给算计了，他得想想该怎么跟老婆解释。他可不想让他老婆生气，生气多伤身体啊。他赶回家，刚下电梯却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大着肚子的女人。这个女人他好像认识，就是刚刚照片上的那个。他心里泛起一阵害怕，这个女人是不是已经找过他老婆了？他是不是胡说八道，惹他老婆难过了？他抬手就扯住她的头发，把她拽进了楼梯间，恶狠狠地骂，周俏俏，你他妈是真不怕死。他掐着她的脖子，逼着她后退，后退再后退，直到周俏俏踩空了，从楼梯间摔了下去。看着鲜血染红的台阶，沈燕昭笑了，真好，再也没有人能破坏他和安蒙的感情了。2周以后，沈燕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他的言行举止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，唯一奇怪的地方就是总是对着一只碎掉的福气娃娃叫老婆。那只娃娃已经很破了，沾着胶水，满身裂痕，胸前还缺了一块，像是少了一颗心脏。沈燕昭总是把他放在床头，看着他笑。他问他，老婆你怎么还不来看我？阿阳很想你。你呢？你想我吗？片刻后他红了眼圈，喃喃自语，我忘了。没有心的人是不懂想念的。